大家好，娱乐小江湖，江湖齐聚会，这绝对不是一句空话。差点让赵某变为邓某的胡某，就是这么一出江湖险恶、勾心斗角的戏码权谋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一向都是个亘古不变的朴素真理来。无论赵丽颖还是王一博，明晃晃的都没有因为这句古训，被动的卸下了盔甲，或者主动加强了攻防。然而呢，这个江湖却在不断的诡异的变化当中，已经成为了回不去的江湖了。在这社死的烟雾四下弥漫的日子里，如果不想见到胡某，如果不想成为邓某，直接祭出最霸的勇气，直接甩出至霸的筹码，或许就能够最终换来不一样的消停和不一样的明天了。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这边厢赵丽颖的高舍即将到期，那边厢赵丽颖 2.0 的推风和妖风又开始进入到了活跃期了。毕竟赵丽颖的热度没人吃得了，只能死命靠。话说赵丽颖也实在是小可惜，人气、热度和市场都有，偏偏就缺那么一个碎心应手的利器，也就是团队。每个人其实都有强项，难有全才。例如杨幂，演技虽然已经算是封顶的了，然而呢，她的商业头脑却还没有封顶。例如赵丽颖，说话实诚，小刀斩乱麻，不够世故。然而呢，她的演技却能够不断的掘金，擅长蜕变，总有惊喜出来。因此呢，把不擅长的交给擅长的，把世故的交给懂世故的，赵丽颖本尊就不会受制于合伙人乃新人的尴尬的身份了。现在的赵丽颖依旧仿佛在一个人的战斗当中，撕杂志的封面变得更加的难了，推风向的品牌已经是买少见少的了，甚至赵丽颖背后的团队现在也懒得去跟进新物料的了。于是乎，3个月的零动态让铁粉们依旧是摆弄着旧货，意见很大了。很显然，赵丽颖的很多的物料和话题都被预设了，无法营业了。这就像因为我在野蛮生长杀青的时候一早铁口的那样，也就是说，这么好的一个时间点，这么多的话题性，这么多的正能量，都要通通的眼睁睁的给浪费了吗？连我这么一个108000里的吃瓜客都能够随口拽出一堆的热搜词条出来，真的是人闲话变少，人忙乐淘淘。这不，一向都属于话少活多的王一博，忙完了一样之后，就肯定会忙下一样。这个道理其实是一模一样的。马上杀青常温之王的这个王一博，又专门的给自己订购了一台价值不菲的高达8位数的铁骑摩托。这个酷爱追风的少年郎，每次拍完戏之后，都会立马犒劳一下自己的。这种一张一弛的充电传统和生活的态度，也算是当下的放空和未来的铺垫了。话说，这次上天入地的政治任务，也实实在在的让这个王一博吃尽了苦头。特别容易受伤的体质，特别容易受伤的他，为此还专门的配置了经验按摩师，专职去处理他老是复发的腰伤。说到这，人生的真意就是这样的了，简单纯粹，道理硬刚。有章的时候必有弛，无弛的时候没有章；有得的时候必有失，怕失的时候没有得。这话用在赵丽颖的身上，也完完全全没有丝毫的违和感。先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很简单，就是娱乐圈生存之道3大刚需之3了。
三大刚需之一的解决恩怨，三大刚需之二的再造团队，我都先后的都硬核的聊过了。那么三大刚需之三的舍得对半，就是这么一个当下娱乐圈人人必须要懂的得与失的最后的思考了。比起那个相当舍得花钱的交际花杨幂，赵岭的惊人的节俭也算得上是娱乐圈当中数一数二的了。这里面的优势和劣势都很明显，优势就不需要多说了吧。勤俭持家，知谦识用，一直都是我们中国人千百年来的代代传承下来的优良传统来的。然而呢，个中的劣势也是值得说到的。比方说，处处都针对着赵丽颖、王一博等等清流艺人的谣言大本营，上上下下都非常不待见这个赵丽颖。除了很多深层次的原因之外，一个相当表层的原因，其实也是肉眼可见的。或许部分聪明的萤火虫们也都是看在了自己的眼里，心知肚明的。那就是赵丽颖这么多年来很少去主动的营销自己，因此呢，这么说赵丽颖也就是没有在营销的上面花太多的钱和精力了。所以呢，一向都讲究一手交钱一手办事的新浪，做网络陀地那么久了，也都是没有收到过多少次赵丽颖的保护费。于是乎，整个的平台上下自然的都对这个赵丽颖积怨不少，抹黑成风了。说到这也是巧，这个硬朗的赵丽颖偏偏也是个身正不怕影子斜的主来的。她更加专精和注意的反而是更多的去雕琢自己的演技，去雕琢自己的真功夫，而不是像其他的顶流艺人们一样，更多的时间是去最新各种花俏花心思，买稿买水军所衍生出来的那些榜单买卖、眼球效应、流言蜚语、劣质热搜等等。这就是因为我闭着眼睛就能够一眼看穿的简单表象了。当然呢，这里面同时之间也无法回避的涉及到了一个超级矛盾的核心点，或者说关键点呢，那就是赵丽颖呢堪称深达骨髓的传统的思想和节俭的做派了。说到这，你还记得赵丽颖1年2000元的梗吗？如果您不清楚的话，也很好奇的话，不妨自行的回顾一下新闻我的那些专题热聊。很不幸的，赵丽颖这一次涉嫌偷漏税的风暴，算是刚刚好再一次揭开了赵丽颖节俭背后的那劣势的盖子。知法懂法的那个新浪高管，这一次居然亲自下场，亲自推波助澜了这场的风暴。说白了，就是一次早有预谋、借力打力、落井下石的不满情绪的总爆发来的。即便这家伙最终还是假装根本不认识这个赵丽颖，整件事发展到了现在为止，依旧是黑幕重重，依旧是需要时间去验证的。然而呢，有那么一点倒是可以千真万确的肯定的，那就是这件事的震撼力注定远超出了赵丽颖的想象力了。要知道，一人社死，兹事体大。这整个的事件的警告的意味，可以说从头到尾都弥漫着一种可以继续升级的危险性。而这一层意思的传达，新浪无疑已经是妥妥的做到了。前有郑爽，现有邓伦，
一人社死，现在已经不单单意味着万贯清空、倾家荡产了，甚至还极有可能负债累累、潦倒一生的了。那么，为什么新闻我会这么说呢？要知道，俗话说得好，烂船也有3分钉。那些顶流艺人们一夜社死，也不至于最终潦倒吧？负债累累的说法是不是有一些夸张了呢？说到这，就需要看一看，去想一想这个相当悲催的邓伦了。现在的他不仅仅瞬间就已经身败名裂的了，而且现在他还必须得赔付高达5000万元的违约金才行。而且这还没完，拿到手的那足足2亿的代言费，居然也要全部的归还才行了。现在劣质艺人标签的邓伦和他的经纪公司已经被多家的品牌方合伙起诉了。品牌方索赔的5000万，目前还只是违约金而已。拿走的那些代言费，现在都需要全部的上交归还的了。20多个品牌，2亿多的代言费，数不胜数的官司缠身。这一堆又一堆的狗血，所以让所有的吃瓜群众们从头凉到了脚了。闹剧背后的真相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艺人们的钱真的是来得快，去得更快。而且说到这，请别忘了，邓伦还有整整1亿元的巨额的罚金在敲他的门口呢。说到这，负债累累、潦倒一生，会不会是邓伦的下半生的真实的写照了呢？相信此时此刻的您已经是有了自己的答案了。当然呢，这些都是事后诸葛来的。然而呢，人性的最大的弱点就是惊涛骇浪当中，总有人注定会守着自己满船的金币一道去沉没的，而不会想着去扔掉至少1半的金币。这样其实就能够减重消灾破财保命的了。同时之间其实也能够为自己争取到时间，争取到了最后最好也是最有利的一线生机了。说实在的，昨天的邓伦注定也想不到会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去年早就组建起一支12人的法律团队，再加上税务团队，花个100万、200万，甚至于1000万、2000万等等，又如何呢？要知道，邓伦单就一个华文食品的代言费就已经是高达2178万了。钱这玩意儿，对于这些顶流艺人而言，说白了，压根儿就不值得去计较、去多虑的。唯一考虑的，应该就是最终社死的悲催绝望，以及负债累累的悲催的后半生命了。钱这玩意儿是永恒无限的，是可以随手燃烧的身外物来的，而生命才是极度有限的，是赚不来的，是完全没有2次机会的。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结果这个邓某为了省下小的那些芝麻，一口气就丢掉了1亿，加上2亿，再加上5000万的金钱，以及前途无量的艺术生涯了。说到这，您说可惜不可惜呢？因此在新我永远都与别不同的开金眼里面，赵丽颖就算豁上了半副的身家，也值得为自己赢下一线的生机。就算拼上了上亿的投入，也值得去守住自己
半生的拼搏。无论放手一搏还是放手反击，一个个血淋淋的例子其实都已经明晃的摆在了眼前了。而且对家的攻击和现在的动作已经是越来越推向悬崖的那一种了。熟悉本频道的人其实都知道，新闻我早就已经是铁口过的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反过来的，深挖谣言的大本营，暴击无良的黑心人，是安全自保的最好的方式来的。守着钱真的是没用的，因为无辜社死之后，所有的汗水和努力全部都会蒸发之余，甚至还极有可能背负上了一辈子的冤屈，倒贴上了下半生的憋屈了。只有全力主动出击，没有悬赏上限，打出一个永不姑息、没有实现、严惩不贷的强人的形象出来，或者说完完全全不惜成本、完完全全付出身家的那一种拼命的形象出来，就像花花的冲天霸气和逆天的团队一样。如此这般，才是真正自保的生存态度来的。如此这般，才是完美可期的生存机会来的。钱真的只是身外物来的，名声没了就什么都没了，而且还是要倒贴负债的那一种。说到这儿，娱乐圈生存之道三大刚需之三的舍得对半就算彻底的聊完了。娱乐圈的生存法则在新闻我的眼里已经是彻底变天的了。和气不一定会生财，破财倒一定会消灾。这种破财不是去顺从驮地被动打点，而是去重金打造出一支法务税务能攻能防、预见亮剑、控评超强的梦幻团队出来。无论赵岭还是王一博，但求跟主流花花的团队一样。但愿这清流二人的此生无恙。